Galaxy Z Fold 8明明只有 7.6 寸，實際播放影片時，畫面卻比8寸的 Z Fold 8 Ultra 還要大。這個全新比例究竟只是造型特別，還是真的比傳統比例折疊手機更好用？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這次三星推出2款定位相當不同的大折疊手機，分別是採用傳統比例設計，主打頂級規格的 Galaxy Z Fold 8 Ultra， 以及全新機身比例的 Galaxy Z Fold 8。只看名稱，很多人會以為 Galaxy Z Fold 8就是比較小、規格比較低的版本 ，Galaxy Z Fold 8 Ultra 呢才是完整旗艦。但實際拿到2款手機之後，我認為這個理解並不算是很正確啦。Galaxy Z Fold 8 Ultra 的確擁有比較完整的相機、更大的電池，以及偏向商務生產力還有專業創作的規格哦。但 Galaxy Z Fold 8並不只是把 Ultra 縮小，也不是單純的少放一顆鏡頭，而是從折疊後的外形、展開後的螢幕比例，到影音閱讀、社群還有攜帶方式呢，都重新設計過的一款折疊手機。而且實際使用後除了折疊後的機身寬度需要花一點時間適應以外，以及相機規格沒有 Galaxy Z Fold 8 Ultra 那麼完整外我反而覺得 Galaxy Z Fold 8在不少日常使用的情境，比 Galaxy Z Fold 8 Ultra 更好用哦。我們先從2款手機的產品定位來看 ，Galaxy Z Fold 8 Ultra 主打頂級生產力、商務使用還有專業創作 ，Galaxy Z Fold 8的方向呢，則是完全不同了。它折疊後使用一塊 5.5 寸16:10比例的封面螢幕，展開後是一塊 7.6 寸接近4:3比例的主螢幕哦。三星在內部研究中發現，有超過56%的手機使用者都花在社群媒體因此Galaxy Z Fold 8的封面螢幕特別針對 Instagram、TikTok 還有短影音訊息呢，還有社群內容設計的展開之後的4:3螢幕只是把重點放在影音、漫畫、電子書、網頁還有遊戲等等的內容閱讀。所以 Galaxy Z Fold 8並不是把 Ultra 的規格拿掉一些，而是從一開始就希望解決不同的問題。Galaxy Z Fold 8 Ultra 比較像是把手機展開變成一台可以工作的行動平板，而 Galaxy Z Fold 8比較像是一台適合影音還有閱讀的小型平板，折疊後可以隨身攜帶的尺寸哦。把 Galaxy Z Fold 8還有 Z Fold 8 Ultra 放在一起後，其實可以更清楚看到差別。2台手機的外觀尺寸，請大家直接看一下表格。把螢幕展開後 ，Z Fold 8螢幕雖然只有 7.6 寸，但4:3的比例讓長寬比差距更大哦。那 Z Fold 8 Ultra 呢，則是有8寸螢幕，但接近正方形的比例，讓長寬差距不會很大。這樣會帶來什麼差別呢？ Z Fold 8展開後寬度是 161.4 mm， 比起 Z Fold 8 Ultra 展開後的高跟寬都要來得寬一點、長一點哦。所以也就是說 ，Z Fold 8橫看之後看影片，畫面會比 Z Fold 8 Ultra 要來得大。2款手機展開後的使用體驗也非常不一樣。Z Fold 8基本上可以當成平板的使用方式，放橫之後看影片、玩遊戲，打直就像電子書，可以看漫畫、電子書還有網頁。而 Z Fold 8 Ultra 呢，就是可以當成2隻手機的雙畫面體驗，更大的螢幕可以在多工處理上會更方便。接下來我們看折疊之後 ，Z Fold 8 Ultra 比較窄、比较長，拿起來會比較接近我們熟悉的一般手機。那 Z Fold 8比較短、比較寬，折起來跟護照大小其實是差不了太多哦。那在使用上 ，Z Fold 8 Ultra 折疊後寬度只有 72.8 mm， 可以維持单手操作。其實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左右可以但上下是不行但 Z Fold 8折疊後的寬度已經超過80 mm， 完全無法就是單手橫跨到另外一邊去按所以單手操作會比較困難一點，所以這點稍微習慣一下。不過以我實際操作來說，在打字部分 ，Z Fold 8 Ultra 鍵盤是比較小一些，所以比較容易誤按，但 Z Fold 8鍵盤就大很多，反而更方便輸入。看完2款手機的使用體驗後，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效能硬體的部分處理器部分依然還是用高通為三星客製的 Snapdragon 8 Elite Gen 5 for Galaxy 處理器並提供 12GB 的記憶體搭配 256GB、512GB 的版本，還有 16GB 記憶體搭配 1TB 儲存空間的版本。這是 Galaxy Z Fold 8 Ultra 的石墨散熱片體積增加了 7%， 也讓整體的效能更穩定外，同時也可以讓充電放心拉高效率
Galaxy Z Fold 8 Ultra 這次電量達到5000毫安時，比起上一代多了600毫安時，但展開之後的機身卻薄了0.1 mm，其實感覺是差不了太多啦，但是電池真的是有加大。Galaxy Z Fold 8 尺寸小那麼多，想必電量應該是少很多，但沒想到居然放了4800毫安時。這個原因就是在Z Fold 8展開後的厚度稍微厚一點，達到4.5 mm，但手感上依然是非常的薄哦。充電部分，兩款都有着45瓦的有線充電、25瓦無線充電，比起 Z Fold 7只有25瓦有線充電、15瓦无線充電要好非常多。那萤幕部分 ，Galaxy Z Fold 8 Ultra 搭載8寸2504×2256解析度的 AMOLED 2X 內頁萤幕，像素密度是422 ppi， 比起 Z Fold 7要更細緻哦，所以它解析度是更好的。那封面萤幕則是維持6.5寸 Full HD Plus AMOLED 2X 顯示器。两款的內頁螢幕都有 AR 看反光涂層。另外，大家關心的內頁折痕呢？兩款手機在視覺上跟Z Fold 7其實差不了太多哦。但根據官方的說法，在顯示器下方多了2層鈦金屬結構，可以增加強度，所以可以讓使用的時候更安心一些。接着我們來看相機。Galaxy Z Fold 8 Ultra 搭載3鏡頭系統，主鏡頭是2億像素，光圈是 f1.7， 支援 OIS 光學防手震，還有2倍光學品質的變焦。超廣角鏡頭則是5000萬像素，光圈是 f1.9， 比起上一代的1200萬像素要提升一些哦。那另外還有一顆1000萬像素3倍光學長焦鏡頭，支援 OIS 光學防手震。那封面跟內頁的自拍鏡頭都是1000萬像素。那 Galaxy Z Fold 8呢，則是搭載雙鏡頭系統，主鏡頭是5000萬像素。光圈是 f1.8， 支援 OIS 光學防手震，還有2倍光學品質的變焦。那超廣角鏡頭同樣是5000萬像素，光圈是 f1.9， 它就沒有長焦了哦。那內外的自拍鏡頭也都是1000萬像素。錄影部分，這是比較特別的是搭載 SimLut 電影級色彩調校，可以快速替影片套用不同的色彩，讓畫面更接近電影感。另外還有一個有趣的功能叫做 My Fan Cam， 它可以拍下影片之後針對特定的人物進行追蹤，並且重新剪裁跟構圖這個非常適合製作 Shorts 或是 Reels 的直視影片。最後，如果要在 Galaxy Z Fold 8還有 Z Fold 8 Ultra 之間選一款，你會選誰呢？我的答案是 Galaxy Z Fold 8， 也就是新比例的那一款。理由就是，既然要換一台新的折疊機，我會想選一台更能帶來新鮮感，還有不同使用方式的產品哦。Galaxy Z Fold 8 Ultra 規格當然是比較完整，但它的外形握感跟使用邏輯基本上還是延續過去 Galaxy Z Fold 系列，但 Z Fold 8帶來一種完全不一樣的折疊體驗哦。它折疊後更短更寬，當然單手操作需要適應但鍵盤的空間是更大一些的。那實際輸入時比較不容易誤觸哦。那展開之後4:3的比例，不管是看影片、玩遊戲、看漫畫、閱讀電子書或是閱覽網頁呢，都比較接近小型平板的使用方式，而且電量還有4800毫安時，其續航力也算是不錯。雖然少了一顆長焦鏡頭，但因為我其實隨身都會帶一支拍照能力非常強的手機所以 Z Fold 8的拍照能力不會是我顧慮的地方。對我來說 ，Galaxy Z Fold 8真正需要接受的問題只有一個，就是要習慣超過80 mm 的機身寬度基本上很難用一般手機的單手操作方式。但這個就等我長期使用之後再來分享。那兩款手機都是非常棒的折疊機，有着非常好的多功體驗，還有手機上最完整的代理式 AI 系統，像是 Now Nudge。跨 App 執行任務、生成式智慧照片的編輯都可以讓你用得很開心所以這兩款你會選哪一款呢？以上就是 Galaxy Z Fold 8系列的動手玩，感謝大家收看這期節目，希望大家也會喜歡這次的內容。如果有任何建議或問題，也歡迎留言讓我知道。我是 Kiss Frame， 下次見嘍，拜拜。